係咁網友呢條片同大家跟進格陵蘭嗰件事嘅，咁咧可以咁講，呢件事咧就收咗科啦。咁喺格陵蘭呢件事，Donald Trump 話一定要獲得格陵蘭嘅主權，然後發動貿易戰，結果到收科咧大概72個鐘頭到啦。我喺 Day One 咧我就話俾大家聽，呢件事一定唔會爆發大貿易戰，佢亦都一定攞唔到格陵蘭嘅主權啊！我係唔明白點解要搞成咁，大家聽下我嘅分析，呢個就係好啦。年卅晚當然有啲肉食啦，呢個就係特價，好受歡迎嘅呢啲，買翻去打邊爐啦。呢一個一家家韓牛火鍋片呢一個係300克喎，好重喎，呢個係300克喎，99蚊喎，好抵。呢個韓國豬腩火鍋片300克49蚊，呢個拎翻去打邊爐咧好食。咁就呢隻一夜乾啦，呢個係呢個日本北海道嘅名食啊，呢個一夜乾，呢一個係花魚一夜乾，超特價賣俾大家聽，43蚊，攞嚟解凍咗煎焗或者氣炸都好食嘅。一條350g 咧好大條噶啦，呢個好好食。呢個牡丹蝦加拿大牡丹蝦又再減價，1公斤喎380蚊。呢一個仲有呢個就係一家家韓牛火鍋片200克，牛柳嚟嘅，呢個一隻牛最名貴就牛柳噶啦，180蚊。呢一個韓牛肉眼扒呢個就係188蚊，即係食牛就要食韓牛咯，呢個就係仲有呢一個係開心果，每一張單可以買1磅開心果38蚊，蜂膠牙膏即係我講啱最近睇個篇 research paper 咧，你真係買嗰啲 chemical 嘅牙膏咧冇用嘅，其實係冇用嘅，對你嘅牙係冇好處嘅。呢啲 organic 嘅咧對你嘅口腔敏感呢啲咧反而係好好嘅。呢用蜂膠咧，點解用蜂膠？蜂膠係天然殺菌嘅，佢喺嗰度培育啲 BB 啊嘛，佢哋嘅 BB 嘛，所以要殺菌噶嘛。呢個就係好啦。聽晚直播美國究竟會變成點？呢個 Trump 呢一個 on Greenland， 全世界都話72小時之後終於褪肽，咁結果造成咗乜嘢呢？我先將佢哋話已經達成咗個框架協議，2個鐘頭啫就傾掂咗。我最後先解釋呢件事俾大家聽。格陵蘭嘅影子並購 ，Donald Trump 點樣利用關稅威脅，就係去掌握呢個北極嘅霸權。佢真正獲得嘅呢，就係喺北極嘅龐大嘅影響力，壓制咗俄羅斯。呢個就係撤回關稅嘅真相。呢個係佢喺呢個達沃斯論壇宣布撤回 10% 關稅，因為同呢一個北約嗰個Secretary General 呂特傾。咁咧就係佢話咧對美國對所有北約國家咧都好好嘅傾咗2個鐘頭，呢個就係咁。而嗰個 Golden Dome 黃金穹頂咧就會保護呢一個 Greenland， 呢個就係。而曼斯同埋魯比奧就會跟進，同埋呢個 Special Envoy Witkoff 就會跟進呢啲事，呢個就係北極安全與資源框架協議。華爾街就識破咗呢張交易嘅本質。呢個交易嘅本質係點呢？即係大致上嚟講，我講咗俾大家聽先。呢一個係3句説話講完。呢一個格陵蘭係保持咗喺呢個丹麥嘅領土，而格陵蘭人民就係徹底自治，佢哋係唔需要受美國嘅影響，但係美國攞到2樣嘢。嗰個資源嘅優先使用權，如果真係喺格陵蘭開呢個稀土嘅話，同埋嗰個格陵蘭北部嗰個基地咧，係可以俾佢擴大，喺嗰度咧起好多雷達作各樣嘅設施嚟到保護，起黃金穹頂。呢個就係，而且咧呢個係永遠嘅。
即係咧嗰個基地咧係永遠唔使交翻出嚟嘅。嗱，呢個咧就係大致嘅意思啦。呢個就係美國取得格陵蘭部分土地嘅實質控制權，其實係乜嘢呢？格陵蘭咁大，喺北部佢有個基地，呢個基地咧美國有權擴充喺嗰啲要害地方，邊度要擺，即係佢係呢次咧，你即係你起一啲嘢落去，就係格陵蘭冇權同你收翻嘅。喺呢啲地方上邊咧，似係租界，即係咧美國可以做佢中意做嘅嘢，然後攞到礦產相關安排。話佢嗰啲資源咧值5萬億美金。美國嘅Golden Dome 防禦系統喺格陵蘭嘅建設同部署中發揮，即係美國將佢嘅防禦係伸展到格陵蘭，咁呢個可以早期探測到俄羅斯或者中國由北極飛過嚟嘅飛彈，而家要部署。嗰個一個核心嘅目標係限制咗俄羅斯同中國喺格陵蘭島嘅影響力。此舉由美國支持嘅基礎建設投資鋪路，呢個協議期限係無限期。呢個咧就係呢一個係等於係好多咧呢啲咁嘅租界咧就係99年 Donald Trump 咧就話我買翻嚟嘅間屋同埋租翻嚟嘅唔同，所以咧要有無限期，我先至會保護佢，我先夠膽起啲嘢喺度，即係咁解咯。其實冇乜大分別。99年之後都冇人知道發生咩事啦，係咪？呢個係敵意並購嘅防禦戰，呢個唔係一場外交勝利，係完美嘅企業級敵意並購，收購標的國家主權，係買唔到攞唔到國家主權，支付貨幣係用關稅威脅嚟到攞到一啲嘢。從外交勝利到企業級並購，貿易戰解除咗，宣布撤回 10% 懲罰性關稅。回歸外交常態，呢個係好啦。咁美國就獲得一啲嘢，然後咧就係唔再講格陵蘭嘅主權啦。主權咧本來係目的，關稅支付咧就關稅威脅咧就係發出嘅代價。關鍵咧就係美國放棄咗名譽嘅產權。而係攞到2樣嘢嘅控制權，佢話全部嘅運營控制權咧唔係，佢就攞咗嗰個資源開發嘅權利嘅優先權，同埋佔領一部分土地嚟到喺上邊起國防設施，其實就係咁樣。產權放棄咗格陵蘭島嘅產權啦，唔再講要吞併格陵蘭啦。格陵蘭即係丹麥喺格陵蘭係完全冇好處。其實丹麥就係要維護佢哋歷史上嘅原則。你知格陵蘭咧就係威權啊嘛，咁嗰陣時咧就3個國家合併成為一個國家，就係丹麥、挪威同埋瑞典。咁所以咧格陵蘭嗰陣時咧就拼咗落嚟，拼咗落嚟之後咧，後來咧就瑞典拆咗出去，咁跟住咧就係嗰笪地咧就變咗喺丹麥同埋挪威共同擁有。後來咧丹麥同埋挪威又分家，笪地咧就變咗係丹麥嘅，其實就係咁。佢透過強勢合作強勢攞到嗰個資源管理權同埋嗰個防衛嘅權力，其實就係咁。嗱，呢一個咧好似係前所未有嘅主權 VIE， 呢個咧就似大陸嗰啲呢一個好多嗰啲大企業咧，其實係外資擁有噶嘛。咁佢咧要去外國上市嗰時咧，但呢啲企業咧就唔可以去外國上市嘅，於是就整咗個影子出嚟，控制嘅呢個對呢個有幾多權，佢就唔可以實際控制呢一個嘅主權 VIE 可變利益實體嘅架構，等於係美國就變咗格陵蘭背後嘅影子股東。喺2樣嘢上邊，美國係話事嘅。第一防衛，第二資源使用。美國繞過咗主權而控制咗呢2樣嘢，就係咁。美國享有嗰度嘅資源發展、戰略收益同資源權利，就係防務嘅權利、國防發展嘅權利，同埋開發
格陵蘭資源嘅權利。丹麥咧就擁有繼續有主權，佢係負責丹麥，佢係要對歷史交代同埋原則交代，佢有格陵蘭嘅主權。其實佢已經格陵蘭係徹底自治嘅，佢其實影響唔到格陵蘭嘅政治嘅，佢就負責社會福利同呢個治理成本。佢原理上仲係擁有格陵蘭，而格陵蘭人咧又唔使變咗美國人，而自己過自己嘅日子。好啦，影子股東美國政府呢一個格陵蘭名義持有人，大家就分咗佢。呢一個丹麥持有名義上嘅主權，可以向歷史交代。格陵蘭人民保持佢嘅徹底自治權，同埋係丹麥國民，同埋係歐盟國民嘅身份。美國控制咗軍事同埋資源，透過合約安排，控制方冇主權之下係可以控制到呢樣嘢。呢兩樣我係 day one 我就講，喂，你要呢兩樣嘢，你咪攞咯，從來都冇話唔俾你喎，都冇人去開發格陵蘭。你話去開發格陵蘭啊？哎呀，真係開心到啊，阿媽都唔認得啦，係咪啊？點會唔俾你開發啫？我都唔相信開發得到格陵蘭啊！第二咧，因為嗰啲永凍土咧就好 Q 大鑊，呢個就係。第二咧就係你要喺度起軍事基地喎。1950幾年你就開始有軍事基地啊！冷戰嗰時曾經有1萬幾兵喺嗰度，你將個兵減到得500人個空軍基地。你中意啊？北邊都冇人住嘅格陵蘭，你要多啲地方咪起多啲地方咯。你起多啲雷達喺度，格陵蘭人都唔知幾開心。點解？喂，因為你要幫襯佢買嘢。你最近嘅 supply 梗係落去佢個首都嗰度買嘢最便宜啦。佢哋係有着數啊，當啲美軍喺度住係，而且保護佢哋。新協議設計精巧，以後呢，喺嗰個美軍基地入邊圈咗個地做嘢咧，好似租界咁，唔受丹麥議會嘅程序限制，亦都唔受格陵蘭議會限制。最大嘅突破就整咗個租界，其實係軍事行動唔使哥本哈根嘅批准，操作上完全自主。美國想叫乜嘢武器去，派乜嘢武器去，派幾多兵去。嗱，呢個派兵去咧，其實咧又唔使咁嘅喎。你知日本同埋菲律賓啊，好多國家都簽咗互相可以派兵，唔使經過批准嘅協議噶嘛。呢個其實派兵就係一件咁嘅事。武器入口咧亦都係可以互相簽一張約咧嚟到搞掂。根本大家係北約國家咧就係唔會阻止你派兵去，或者喺嗰度起基地喎。呢個係核心資產最重要嘅。軍事資產嗰個分別喺邊度呢？以前呢個圖勒空軍基地呢，始終呢係嗰笪地，佢俾你起個基地，嗰笪地係屬於格陵蘭嘅。而家呢就唔係啦，而家呢笪地個話事權去咗美國啦。呢個係呢個就由一個典型嘅租借基地變咗個租界，無限期擴建權，有權喺呢度擴建任何嘢，空域絕對監控，周邊空域完全監測同埋拒止權。佢攞咗權唔俾人哋啲飛機飛入，唔需要問個丹麥。監管豁免，基地係美軍自有資產，唔使丹麥議會批准。佢係攞咗嗰個基地嘅徹底管理權，即係變咗個租界。然後咧，佢仲可以擴大，攞多啲周圍嘅地方擴大佢，愛嚟起嗰啲雷達嘅嘢，將格陵蘭轉為北極圈內嘅不沉嘅航空母艦，而且完全脫離歐洲監管體系。你要首先要講清楚一樣嘢，丹麥只係脫離丹麥啫，就係因為咧格陵蘭咧係自個公投，格陵蘭笪地唔係歐盟㗎，呢笪地唔係歐盟。法屬圭亞那咧就係歐盟嘅一部分，格陵蘭公民咧就唔要做歐盟嘅一部分，
所以咧，格陵蘭笪地唔係歐盟嘅一部分，但格陵蘭嘅人因為佢同時擁有丹麥嘅護照，所以佢係歐盟嘅公民。係咪好笑呢？呢個係建議嘅核心係將兩樣嘢打包俾咗美國：軍事擴張、資源獨佔。呢個係不可分割嘅權利組合，安全同埋經濟利益俾咗美國。喂，你做美國，你派多啲軍隊去添啊？呢個係唔好講話呢個格陵蘭人、紐恩達人覺得安全啦，而且走去佢度做生意㗎嘛，一定係。咁於是美國咧就可以去到格陵蘭呢度咧，就建立一個擋住核彈嘅防衛罩啦，控制住頭頂嘅防空警報器，戰略防禦擋住核彈嘅防衛罩，最短路線控制頭頂嘅防空警報器，呢個就係。而且咧嗰啲軍事資產就唔使驚俾人哋攞翻，即係啲基地咧成日都俾人哋攞翻噶嘛，有民族主義嗰陣時，呢次咧冇得攞翻。美國取得圖勒空軍基地嘅無限期擴建權、監管權，變咗係美國國土咁，呢度變咗係可以行美國法律。我講俾大家聽。另外最重要個點咧就係邊度咧？呢個關於嗰啲人成日都講呢個北極航線北極航線同埋北極嘅資源開發。我哋睇下俄羅斯喺呢度整個北極圈，俄羅斯佔咗咁多。呢度係阿拉斯加，呢邊係阿拉斯加。我哋畫俾你睇，呢邊係阿拉斯加，呢度係加拿大，呢度係加拿大，阿拉斯加、加拿大。呢個格陵蘭一路駁過嚟，呢個 Iceland， 然後就係挪威、瑞典、芬蘭。於是整個北極變咗兩橛，大家睇下呢個局勢，你就會明白。呢一橛俄羅斯一個國家，中國係冇聲出，中國喺呢度，中國喺呢度係唔係北極圈國家嚟嘅？呢橛阿拉斯加、加拿大、格陵蘭，呢一個挪威、瑞典。佢係控制咗60%嘅呢一個北極圈，大概呢一個俄羅斯就有40%嘅北極圈。咁但係以前嘅分別咧就係咧，俄羅斯比較積極發展北極，整啲破冰船，佢哋咧就冇發展到啲破冰船。破冰船咧係有核動力嘅破冰船嘅，大家明白破冰船嘅原理啦。其實破冰船嘅原理咧就咁啊。點解會破到冰啊？啲冰幾厚？你個摩打要好強，摩打好強，核動力嘅好強啦。將隻船其實係推咗上冰面度，砸裂啲冰嘅，一路推上去，佢話一路砸裂啲冰啦。咁就碎咗冰，碎咗冰咧就開咗條通道，後邊嗰啲人咧就行得。佢控制咗呢個，佢去到呢度。控制咗呢個60%嘅北極海，咁於是你有咩船喺嗰度出沒呢？佢就可以監察得到，而且呢，你要行呢一橛海運呢，就係一定要經過佢哋控制嘅區域去歐洲。其實行北極航線呢，就最大嘅好處喺邊度呢？就係中國同埋歐洲之間嘅交易係近好多，係中國同歐洲近好多。俄羅斯呢就係遠東同歐洲近好多。歐洲同中國之間嘅交易係北極航線最重要嘅。美國呢就唔會喎，美國同中國呢就行太平洋喎。呢個係絕對唔會行北極航線嘅。呢個就係我哋再睇下呢度，你就會明白成個圈就係咁，同埋咁樣嘅分別。而家7個國家
芬蘭、瑞典、挪威、冰島、格陵蘭，格陵蘭即係丹麥啦，就係加拿大、美國一齊控制北極圈嚟到對抗俄羅斯，即係咁樣。好啦，做生意啦，資產評估就有個排外條款，其實呢啲叫毒丸。稀土同關鍵礦產嗱，呢個要講翻10年前呢，就係格陵蘭曾經同中國間公司傾過一個條約，俾中國公司去掘稀土，結果當然係掘唔到啦。其實係掘唔到嘅，呢個係好啦。呢次就唔係，唔理掘唔掘得好，優先承購權，對所有戰略資源有第一順位購買權，即係咧邊個人要話掘，就要先問美國掘唔掘先，呢個就係條款係阻止非美資本進入，形成封閉開發區。如果引入中資嘅話呢，就立即徵收關稅，呢個係對丹麥同歐盟徵收懲罰性關稅。喺法律層面將格陵蘭地下資源同北京進行物理區隔，即係我覺得呢個係完全 far-fetched 嘅。稀土係好多地方有，絕對唔需要去格陵蘭嗰度掘嘅。呢個係去格陵蘭掘係非常貴，嗰啲永凍土啊係硬到好似鐵一樣嘅。呢個係好啦，協議加入咗呢一個毒丸條款，呢個係經典嘅反收購策略。呢個係似買間公司，即係你唔可以同佢合作，鎖定任何非美資金，特別係中資。無論格陵蘭願唔願意，我哋都會採取其他行動，因為如果唔係咁做呢，中國或者俄羅斯就會接管格陵蘭。好啦，北極嘅資源鐵幕，北極對呢個資源鐵幕保持高度警惕啊！呢個係美國封鎖半導體上游材料嘅策略，呢個係源頭嘅封鎖，即係點講呢？中國係想繼續壟斷呢個稀土。所以任何擴展美國擴展嗰個稀土可以獲得嘅資源呢，中國都好大戒心咯。俄羅斯呢，就係本來呢就話格陵蘭唔關我事，而家唔係啊。呢一個7國呢個北極防禦體制呢，就係講明針對你俄羅斯嘅。好啦，格陵蘭防衛區呢一個係北極嘅資源鐵幕礦。同埋國防工業呢個，於是我嚟對抗北京工業鏈並吞，格陵蘭嘅資源拼咗入美國個供應鏈版權，你買唔到。北京呢個唔係貿易行為，係針對半導體上游材料嘅戰略圍堵中國。美國獲得格陵蘭稀土同關鍵礦產嘅優先承購權同埋排他性開發權。於是佢入咗美國嘅勢力範圍入邊，任何試圖引入非美資金呢，就立即會 step back 加嗰啲關稅。呢個係好啦。歐盟公開讚揚避免咗貿易戰啊，但係法德決策階層呢，私下難掩恐懼，證明美國已經成功將關稅武器化，可以對任何國家進行資產掠奪，即係佢威脅。10% 有25% 嘅關稅，你就要考慮同佢展開呢個貿易戰係值唔值得。於是佢問你攞啲嘢嗰陣時咧，你就唔會拒絕，雖然你係唔想俾。呢個就係咁解。公開係贊成嘅，呢個就係私下，呢個係美國繞過咗歐盟嘅集體機制，對單一成員國進行精確嘅資源掠奪。丹麥保留咗國旗同埋主權，但失咗兩樣嘢嘅決策權，就係嗰個對於美國嘅基地嘅控制權，同埋嗰啲資源嘅控制權。好啦，市場嚟講係反彈下，消除咗不確定性。除咗領土地緣政治，投資人獲得風險評估，市場給予供應鏈安全。市場更偏好控制嘅確定性同埋主權嘅體面，結果國防同稀土概念股大漲，投資人認為協議消除咗主權協議嘅不確定性，
鎖定咗未來供應鏈，又增加咗一個供應鏈。嗱，第一結果琴日係咁，係 Microsoft 跌咗，綠色啊，一片綠色，呢個就係 Standard and Poor 喺呢度開始兩次急劇跌，然後反彈，20號未彈唔翻晒，我會解釋俾你聽點解。呢個納斯達克兩日分別跌，然後反彈唔晒。呢個重商主義 2.0 傳統國際法交易性強權，第一，主權唔係神聖不可侵犯嘅，係可以拆咗佢做一啲嘢，將一啲嘢咧判咗出嚟，呢個就係將所有權同控制權分離。以後咧呢一個模式會使用嘅，同好多國家，即係你啲資源咧就要俾咗我，變咗個勢力範圍。呢個似乜嘢咧？我諗翻轉頭喺歷史上咧，似大英帝國咯。大英帝國咧其實咧就係佢嗰啲殖民地咧，佢由得你哋自治嘅，但係咧你做生意同啲資源咧，就要首先供應俾大英帝國，而大英帝國嘅物品咧係有優先權喺佢嗰度賣嘅，其實就係咁。國際法嘅主權觀念降級到剩餘價值，主權可以透過商業合約拆解重建。而點樣可以獲得呢啲嘢呢？講惡啦，呢個就係喺呢個新世界入面，實力係唯一嘅談判言語，就係講你有咩手段對付人。好啦 ，Donald Trump 格陵蘭政策嘅成敗，到底佢贏定係輸呢？嗱，我講俾大家聽，佢整咗呢套嘢出嚟，結果咧佢係得到佢得到嘅嘢，咁呢個咧就叫做係贏啦。但係咧，佢攞唔到格陵蘭嘅主權，而72小時之後咧，撤翻佢關稅嘅恐嚇，人哋問佢係咪會實施關稅，佢係100%。嗱，首先我係解釋兩樣嘢俾大家聽先。第一，根本唔需要咁做。如果你一早就嚟講，我要擴大永久控制啲基地，同埋咧我要獲得稀土嘅發展權咧，格陵蘭同丹麥根本會同意。係唔需要搞到咁難睇嘅，搞到咁難睇咧，係成件事高度戲劇化。我都話對格陵蘭、丹麥嚟講，俾你開發稀土喎，都冇人開發嘅。你本來就有基地，咪俾你擴寬啲基地咯。所以我係一路同大家講，我唔明佢點解係都要攞個主權咯。而家果然唔使攞個主權咯。但係 Donald Trump 呢啲咁嘅做法咧，踐踏國際規則，用呢種咁嘅霸凌方法嚟到咁強硬嘅手法，即係 the art of the deal。結果人哋係驚咗你嘅，呢個就係講話歐盟其實梗係一路盡量你咁做，呢個就好似加拿大總理呢個卡尼講，喂，我哋啲中等國家一定要聯合一致，發展互相嘅貿易，發展自己嘅軍備，唔可以俾美國、中國呢啲咁嘅國家霸凌。當美國用呢啲咁嘅霸凌手段，長遠嚟講係對美國嘅軟實力係造成好大嘅威脅，對國際地秩序造成好大嘅威脅。而一個好嘅國際秩序就係美國嘅經濟實力嘅一部分，因為歐美元嘅霸權同埋嗰啲大公司係可以順暢地喺全球度交易。而家咁落嚟呢，短期內你得到你嘅嘢，長期呢係有害嘅對美國。好啦，嗱，我再解釋下臘腸送乜嘢嚇？而家加送乜嘢？我哋加送乜嘢？呢個每一盒臘腸送一支果汁，然後呢就有2盒臘腸，都係照送噶啦。呢兩個就係雞髀肉同埋湯。而家呢就係買3盒送咗個頸巾之外呢，再送多個百依百順嘅洗衣機除菌劑，呢個清楚啦嘛？盤菜好好賣，稅中大減價，去門市自己攞呢，再送個羊腩煲俾你，因為我哋唔使送，好快啲訂埋盤菜，好快訂滿。OK，仲有呢個呢一個呢係呢一隻 Ground Plan 係喺韓國好出名嘅，呢一個係溫和保濕抗敏噴霧，我嚟噴下嘅啫。特別整個歲晚大減價，88蚊，俾大家試下，俾大家試下。係，各位網友，
嗱，大家睇見琳琅滿目呢個燒貓貓啊，經營到第6年，阿蕭太用咗半年時間搜集過年最靚嘅禮盒，全台灣嘅精華係俾大家嘅。有啲嘢咧好得意嘅，即係譬如咧呢啲係大藝術家嘅咖啡，全部都係世界上咖啡豆比賽頭3名，而且有幅名畫喺度。嗱，呢幅名畫大家認唔認得？自由帶領人民，自由帶領人民。蒙羅麗莎。咁呢個烏魚子啦，又出翻一口烏魚子啦。仲有我發現呢個好食嘅喎，烏魚子餅乾喎，呢個係烏魚子夾心餅乾，好好食。Anyway， 仲有7件櫻糖啦，大家睇見充滿各樣特色嘅，大家先上網睇睇先，我會逐樣介紹俾大家嘅。